京港新闻。经我市公安人员的不懈努力，日前213灭门惨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确认，现公安部下达 A 级通缉令。案犯关宏宇，男，1977年11月20日出生，汉族，高中文化，曾于武威军区武警部队受训，后因倒卖盗版音响制品被刑事拘留，驻京港市向阳区人民路亚街小区9楼107，身份证号100-108-1977-1120-0041，身高1.78米，中等身材，望广大市民提供线索。我靠，味儿够串的啊！全是石块，认真点儿，继续。到现在人还没抓着。这要是光棍，下手也太狠了，这他妈得多大仇啊！这是。周队啊，这片儿全是石块，我们已经发6袋了。6袋？对啊。啊，对，这是新来的啊，叫那个叫什么？叫周出头。啊，对。哎，谁啊？小徐，来几瓶水。现场在哪儿啊？等会儿，等什么呢？一会儿见着啊，叫关老师。你是说关宏峰关队长吗？他现在也不是咱队长了，周队把他请过来当顾问的啊。知道吗？他可是我们警校的传说。快点儿啊！知道吗？他就是福尔摩斯，还有柯南。哎，我们老师给周队拿一瓶。好嘞。我们老师天天把他的案子当典型案例给我们讲。他现在就是那个华堂纵火案，你知道当日击凶，还有那个319大案也是3天告破。啊，这所有部门人多少？一共100多人。100多人。对，具体的我得忘了。他报的。小王，来了，贴这儿了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看看。哎呦，来了！那谁，把杵下来，快213灭门惨案犯罪嫌疑人几点？什么时候？今儿早上8点。嘀咕什么呢？咱们这赶紧扯下来呀！那边没有这一。周队啊，来了。行嘞，好，那你们先忙啊，回头再聊。让一下。哎，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省着点。滑了。你也是警察。哎，找这东西可是看小孩，没说我法官，是，就是看像那边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小丫头，没找宏宇。哎，哥，过来。刚毕业的。
吐着吐着习惯了啊。对不起，关老师，我叫周书彤，我今天刚毕业。其他部位呢？叫法医了。谁发现的？时间？早上8点多，民工发现的。有目击证人吗？没有。监控呢？没有。尸源呢？缺头和右臂，只知道是个男尸，但是身份不详。哎，你们先把这些拿回队里再说吧。好的。毕业生。啊。阿道，关老师，我叫周书彤。你怎么看？我。问你了，摆什么造型？赶紧说话。北边是环线的公路，然后东西两侧都是附近的居民楼，这儿的隔音肯定不好，所以不适合分尸。我觉得凶手肯定是住得很远，应该是从环线把尸体往这抛的。这也太理所当然了吧？没事，杨啊，一会儿跟我回队里。老关，坐我的车吧。旺，哎，你给老关当2天助手。好嘞，哎。接下来呢？要是你的话，接下来应该从哪儿入手啊？尸坑里的脚印，我看见他们都已经建模取样了。我觉得如果再分析对比一下，也许会有新的。老关，一茬不如一茬啊！你当初也没比他强多少。咦。小王，车钥匙给他吧。我？你先别尾。坑里的脚印，这大包小包的，如果能用扔的，谁还想坑啊？回队里再说吧。哎，前面车，挪一挪啊，往前开。小周，稳当点啊！好嘞，拜拜。快点啊，赶紧的！快点，等一下。多赌100块钱的啊！这丫头撑不到明天。是吗？我家棒200。关队。我已经不是你们队长了。那是关队吗？他坏了，兄弟。当通缉犯的脸还在队里走来走去，周队怎么想？听说他是为了他弟弟的案子才会让他烦恼。你们，小徐，这是我们原来的支队长。哦，您就是关队啊？我来帮你吧，快点。那小徐，你先出去吧。啊，好。快点。手续完整。骨盆部分生殖器被切除，部分内脏缺失。左腿完整，左右脚完整，右腿完整。这就是整个尸体的全貌，咱们开始吧。各切割伤口创面有明显差别，骨盆和生殖器用的是锯，躯干和四肢，像是劈砍、斧子之类的。指甲内有污垢，但没有见到皮肤角质层类的残留，似乎没有防卫性伤口，可见部分也没有致命性的创伤。毒死的。毒物检测需要时间。都给我。
他给你打杂的新人，能坚持到现在不错了。已经是第2次了。没事吧？没关系啊，凡事都有第一次。没事，谢谢啊。他不是你的关老师。关宏宇，就是关老师的弟弟。他真的是杀人犯吗？是不是跟你没关系？你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儿。尸块总重54.5公斤，大概是体重的60%。那大概90多公斤啊。为什么一条胳膊和一个脑袋会占体重的40%呢？因为肢解尸体的时候，流失的血液、细胞组织液，还有部分不见了的小的脏器，把这些都打到富余量里，差不多40%了。别补课了，赶紧查一下死亡时间。工地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是多少？啊？现场勘验记录应该在技术队吧？我去拿。洪队，宏宇还没有消息吗？没有。怎么？举报还能有奖金啊？你真的相信是他干的吗？我信什么并不重要。你们是亲兄弟，你应该最了解他的。我必须尽快见到他，我有特别重要的事儿要告诉他。现场勘验记录的案发地温度是17度，相对湿度是37%。那死亡时间超过24小时了。能再具体一点吗？尸体已经被肢解成这样了，肝脏和直肠的温度都不可靠，得做病理测试。还得做一个毒物检测，虽然看上去像是勒死的。心肺创伤符合吗？我刚才已经检查过了，胸腔里面有很多微小密集的水泡，符合窒息死亡的体征，而且颈椎也有错位，应该是。不过你再确定一下吧。周队通知我们，公园又发现碎尸了。对了，给肝脏做个病理切片，别忘了把塑料袋交给技术队。能不能再快点？我赶时间。这车太多了。停车，靠边停车。哦。
1031003，发现同一段光红宇，发现同一段光红宇，现在正挟持一名年轻女子逃亡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别他妈追了，那是关宏宇他哥和支队的民警，我的车你们不认识吗？ 峰哥，这儿！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那帮都是新人，不懂规矩。谢谢啊。没事。怎么样？那，喂，我是刚才往您家送外卖的，我的工牌是不是落在您家里了？工牌号是。 怎么？怀疑是我弟啊？自己看。说什么呢？啊，这一地碎尸，赶紧干正事儿啊！来，给。以后你弟这事儿别老疑神疑鬼的啊，说不定早就跑南方去，离开京港。他的案卷是不是在你手里？ 这事儿就不劳你帮忙了啊！又是左手啊？对，就是左手。2个被害人都是左臂，会不会有什么寓意呢？师傅又找到一只，又一只，可不。这2只左手，妈，都死杀了。 清洁工说，昨天白天还没有呢，这很可能是夜里拽的人。不对，这袋子上都没有露水，但是草坪上都是露水。如果是昨天晚上抛尸的话，那这袋子上应该也有露水啊，应该是今天白天才抛尸的。把地图给我。刚才。 那个尸块在哪儿发现的？差不多就在这儿。离正门多远啊？300米吧。走，看一眼。扩大范围，再好好找找。好嘞。来，合景啊！去前面看一下有没有监控视频。那您呢？我去看看后面。 好。你好，我的工牌是不是落在您家里了？工牌号是17655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这样太过分了吧？ 和光小区，麻烦您快点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神经病吧你！喂，你们在哪儿呢？公园小南湖这边又发生碎尸了，赶紧回来。我现在在找关老师的路上。啊？你们俩不在一块儿？关老师让我去正门调监控来着，但是监控坏了。那个周什么什么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得寸步不离的跟着他，知道吗？让他永远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。 可是什么？这是命令。你要随时随地的跟着他，每天要我汇报，他都干了什么，接了什么电话，见了什么人，包括跟你说了什么，一样都不能落，明白吗？哦，明白了。周队，这丫头行吗？关队可是老干家了，多复杂的套他可都能破啊。复杂的不行就来简单的呗。 那从警校县提了一孩子，您觉得他就不防备？他刚离职几个月，警队有一半都是他的亲信啊，另一半都是傻瓜。要你怎么办？我觉得咱是不是想多了？没准他弟已经跑了，也说不定啊。
找我呢？吓一跳吧？哎，来，快来呀！别愣着，看我准备了什么。嘿，今天呀，是我正式回归大自然的特殊的日子，所以必须庆祝一下。我呢，准备了这顿饭，咱哥俩好好喝一个。来，坐呀！别耗着，来，快快，饺子都凉了，吃一个。累了吧？哎呀，来吧。谁他妈叫你叫外卖的？你想死别拽着我！你知不知道，你一个不留神，咱俩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，下半辈子都得在监狱里度过。这半年来，我活得不仁不贵的，跟在监狱里有什么区别？啊？不能说话，不能咳嗽，笑不能出声。我用水龙头不能开到最大，上个厕所不能用马桶水冲，我连他妈放个屁我自己都得控制音量。我一天到晚戴个白手套，我还像正常人吗？换你试试。你干脆把我给叫上去得了，反正待在监狱里比待在这儿舒服。打呀，往死里打，反正打我就跟打你一样。咱俩现在是撇不清了。我是不希望在还你清白之前，把咱俩的命都搭进去。怎么着？后悔了是吗？我的手机做了防跟踪窃听处理，所以看不到来电显示。以后你在外面别给别人留这个号码。时间紧迫，你吃一口，赶紧准备吧。我那个安全在周迅手里吗？不确定。天黑了，哥，你这个黑暗恐惧症得赶紧治。要是前几个不行，就换个更好的心理医生啊。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不是我要管啊，这每天跟你开着灯睡觉，太影响我休息质量。喂，我是关洪峰。哎，哥，你听我说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杀人，没杀人。咱俩现在是撇不清了，往死里打，反正打我就跟打你一样。
哎，亚楠，老关来了吗？没看见啊。行。关队，关队。谢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关队，关队。记住这些人的性格、兴趣、习惯，你要把他们当成你熟悉的人，在心里相处。关老师，你终于到了，大家都在等您呢。这是今天新来的实习警察，叫周书彤，是周巡派来的助手，其实是来监视我的。不过这孩子刚毕业，只是完成领导的任务，不用太为难他。走吧。会议室、办公室、审讯的地方都在2楼。停尸间、法医室都是地下室。我知道，我找亚楠的时候去过。3楼，枪械室、技术部、档案室。最关键的是周巡的办公室就在3楼。哎，我那个案卷是在他办公室还是在档案室？都有可能。来了。如果你紧张，担心露出破绽，就摸摸下巴。这是我一个无意识的习惯性动作，队里上下都知道。关队来了。哎，废话都不说了啊！今天现场勘验有很多新的发现。下面请关队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。哎，老关，周巡以前在我手下做事，对我特别的了解。这个人貌似大大咧咧，其实心思特别的缜密。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些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郭老师啊，为什么是41号鞋呢？因为吧，工地上发现的第1起案件里，尸坑周围有几组脚印，其中一组穿41号鞋的，应当就是凶手的足迹。这几组脚印里，您是怎么知道哪组是凶手的呢？你记得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分析过类似的案例，几个包裹，每个包裹都10几公斤。拿着这么沉的东西，凶手的脚印肯定要比其他人的更深。况且正常人走路都是前身后前，脚掌先着地，但抛尸的时候，重心自然转移到了脚跟的位置，所以
尸坑边上留下凶手的脚印是前浅后深，以这个作为标准，就不难辨认出凶手的脚印。那凶手的身高，你也是通过足迹来推算出来的吗？是的，通过凶手步伐的间距，可以推算出他的身高。这起案件中，凶手足迹的步伐间距不足60公分，所以可以推算出这个凶手的身高在1.7米左右。还有关于凶手的惯用手是左手呢？凶手的足迹显示，抛尸的时候，他的支撑脚是左脚，而且从尸体切口的发力方向来看，他是左手持械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凶手的左手就是惯用手。这些全是您从足迹上就能推算出来的。现场除了足迹，也没有别的线索。大师，有没有什么别的发现？公园取到的足迹和工地的那组是吻合的，跟公园不同，工地相对比较偏僻，不排除凶手一袋袋的把尸体给拎到那儿去，而且抛尸的时间有可能是在半夜。但公园人来人往，又是大白天抛尸，大包小包，左一趟右一趟，扎眼又不方便。而且从公园2个出入口来看，汽车是进不去的。我觉得凶手可能是骑乘自行车或者电动车进入。可这轮胎印儿不止一组啊！既然人负重，脚印会加深，车不也应该一样吗？嘿，你倒是现学现卖你。到底是什么样的车？能具体一点吗？16寸通用车胎的轨迹，自行车或电动车？我个人倾向于电动车。脚踏骑车的情况下，两脚会在脚蹬子上来回发力，尤其是在遇到上坡一类的情况下，发力的区别就越发明显。所以从部分路段对轮胎痕迹的取证来看，车辙印的深浅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，也就是说，看不出来脚踏车发力的痕迹，是电动车的可能性自然就更大。关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啊，你说。就算是凶手骑着电动车出入，可他拎着，或者是拿着那么多包东西，那不也挺扎眼的吗？老关，你觉着呢？如果他们问出你回答不了的问题，哎呀，行了，哥，我跟你学了这么长时间，一直都是纸上谈兵，今天终于可以出去练练手了。再说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，你别老唠叨个没完，我肯定会随机应变。那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总之我肯定有办法，好吗？而且绝对不会是找借口上厕所那一类的笨招。要不大家先休息一下，我上个洗手间。哎，关队，关队，正找您呢。抛尸袋的结果出来了。啊？要不您不忙的话，我带您去看看。
关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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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队，您看，所有的结果都在这儿了。您看这个，这个黑塑料袋儿，它是非常正规的产品啊。我们也找到了这个厂商，但是这个厂商啊，有上千家的生产点跟经销点，所以我们没法再进行下去了。想到了，这个排查厂家我也没抱什么希望。指纹方面呢？哦，指纹呢，我们确实查到了2组，但是我们最后在网上也进行了排查，没什么结果。看来这个凶手的底子还挺干净啊。没错，他确实是没有什么前科，也没有什么被通缉的记录。
去这么长时间？赵儿，去看看。哦。你让他去男厕所。哦。 棍子，您在这儿呢？怎么跑楼上厕所来了？我刚才去了趟技术队。哦，等您呢。啊。这么久，没事吧？啊？这小区垃圾桶又发现碎尸。法官，先去现场吧。 你们先去吧，我还得去高亚楠那儿一趟。也行，那你完事儿赶紧过去啊。小周，勤快点。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咱们一会儿会合啊。郭老师，还是一起吧，我给您打打下手也好啊，是吧？郭老师。我还是不太明白，您是怎么推断出死者身份的？不告诉你。啊？开个玩笑。从尸块的重量可以看出死者是个胖子，尸块总重54.5公斤，大概是体重的60%。90多公斤啊！左手中指和食指之间有尼古丁的味道和烫伤的痕迹。所以是烟民？对。 他中指第3节的茧子呢，是因为经常打方向盘留下的痕迹，说明死者生前经常开车；而左脚脚掌外侧的茧子，是经常开手动挡车辆的人用力频繁踩离合器所特有的。而死者的颈椎呢和腰椎都有些许的错位，这是经常开车或者经常坐在电脑前面的人的常态。那您是怎么证明他就是个宅男的呢？ 死者的胃里残留物不多，初步检验有那个脱氧核糖和蛋白质食物残留。哎，对。而且啊，死者胃里呢有乙酸的气味，其实啊就是亚硝酸盐。而且病理解剖呢发现肝脏里有大量的亚硝酸盐。 而亚硝酸盐常用于食物的防腐剂，所以说明死者生前食用了大量的方便食品，啊，这就交叉印证了他就是个宅男。还有猫呢？这你也记啊？啊，没错，死者身上有抓痕，伤痕的宽度大约是2.5厘米，说明是只家猫。伤痕呢略宽，但不规则，说明这只猫修剪过指甲。 是只家猫，而不是野猫。一个连吃都不太在意的人，能给猫修指甲，说明他很喜欢猫。那也许是他家人给修的呢。大小姐，他要是跟家人一块过，能一天到晚吃罐头方便面吗？铁定是个自己住的宅男啊！而且到现在了，咱们也没接到什么失踪报案，对吧？哎。 我说你没按电梯啊？嘿，这就是公园的碎尸，一男一女，两者的死亡时间不确定，但是很接近，很有可能是一同被杀的。他们是夫妻吗？目前还不确定。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没事，你接着说。 从男士的病理解剖来看，28岁上下，女的从骨龄推测大概是22、23岁左右。
好吧，我知道骨龄测试的倒推法可能不太精确，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检验。小周，给关队倒杯水。哦。你怎么了？见尸体比见老婆还亲的人，搞得跟快吐了似的。呀，最近可能有点累吧，就是累了。宏宇，宏宇真的没跟你联系过？我真的有事要跟他商量，这事不能再拖了。你也不想他后悔，对吗？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但无论如何都尽量离高亚楠远一点，能不接触就不接触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。你觉得他会发现我们的破绽吗？咱妈不需要任何破绽就可以区分你我，这是一样的道理。当初你们俩太亲近了，亲近人之间总会发现异常的。我相信他，他不会出卖我，不管怎么着都不能冒这个险。他相信我是清白的吗？我总觉得你见过他，你身上有他的味道。男性尸体各部位均无致命伤，也没有防卫性伤口，但是女性左臂有多处淤伤。那指甲里呢？指甲里有带有血迹的新鲜的皮肤角质层，很有可能在反抗过程中抓伤了凶手。而且被劈砍的伤口和其他尸块的切口不同。过来看。创面皮肤是内收，不是外翻的，也就是说，被砍下左臂时，女的应该还活着，身体的自愈系统仍旧在运转。目前就这些。看我干什么？哎，知道你老大为什么晚上不开工了吗？因为一入夜，大脑就不转了。行吧，先跟周巡会合吧。这事儿大发了，这么多袋儿。哎，几袋了？5袋。周队啊，清理好了。这回能拼个全部尸体。那得看高亚楠他们了。来，辛苦了啊！从来不值班的人，这都快连轴转了，辛苦辛苦啊！哦，对了，小王他们都问过了，没有目击者。对面是什么呀？这么长？哦，对面是家迪厅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没有发现新的被害人，跟公园的2具尸体能拼成2个人。关队，关队，请吧。来，
要不拉走吧？啊，郭老师，您不看了？哦，也行，也行，也行。好，那个亚楠，那辛苦你们了啊。老关，累了哈，辛苦辛苦辛苦啊。累了，好，好，辛苦啊。哎，赶紧的，干嘛呢？关老师，关老师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走访目击证人。你也要去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去那地儿可乱，什么人都有，你想清楚了。非去不可是吧？行，愿意跟着就跟着吧。关老师，关老师，怎么了？你不会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？哎，你把你那个上衣扣子解开一个，把衬衫从裤子里给蹬出来，别穿那么严肃，快点。那要不你先准备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关老师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哎，那什么，外套脱下来，你拿在手里，包快点，太土了。包拿着。行，我先跟你说啊，让人拐走我不负责。郭老师。
么样了？快了。太惨了啊！杀人就算了，还给大卸八块。哎呦，这孙子！跟关宏宇有一拼啊！啊！关宏宇杀了人家一家子，连小孩都没放，太惨了。那个，哎，我是想问问，关宏宇被通缉之后，有和你联系过没？我们早就分手了。你看你呀，哎呀，我这不例行公事的问问吗？这是你第8000次找我例行公事了，周队。这真假的，太夸张了。他要是万一跟你联系的话，一准儿先告诉你。对，哎，好。哎，亚楠，有水吗？啊？给你倒一杯。好。那不。吃完了吗？行不行啊你啊？血量怎么这么差？让你指定插一下嘴，不大一点。不能喝你还逞什么人呢？来，哎呀，不太好，不好。哎，大叔，他喝多了。哎呦，谢谢啊！来，穿上点儿。哎呀，下次来玩别来带你妹了。哎呦，太记得还来找我玩啊。好，没事啊。行，注意安全。那就交给你了。天冷啊。哦，醒了。我睡着了，我。拼好了。这2天压力太大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。行，你也别太辛苦了啊。早点睡吧。郭老师，他怎么着呀？那个保安啊，真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不是的，是一个戴着摩托车头盔的男的，然后穿着一个橘色的，不对，红色的。几点钟啊？9点。保安说了，哎，反正他那个摩托车头盔是红色的。你是说，一个穿着艳色服装的摩托车手？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呀！赶紧进来。怎么样？没戏。我连周巡的办公室都没进去，就别提档案室了。要不你去试试啊？你喝酒了？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现在的命不属于你自己。别急呀，我不是去破案了吗？你以为你跟周迅喝2杯酒，他就能帮你翻案了吗？又发生了一起碎尸案，在哪儿？一个迪厅对面的垃圾场。你说好容易跟亚楠见一面。还让这姐们拉着我去了趟太平间，给我恶心坏了。哎呀，我去！太平间，那是法医实验室。哎，随便吧，反正想起来我就想吐。
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，跟我说一下垃圾场的情况。现场黑塑料袋5袋，刚好跟公园那起案子能凑上2全活人。还有呢？还有你自己看照片去吧。现场的痕迹是第一线索，比什么照片记录都管用。现场黑漆麻乌的，我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再说了，就那味儿，辣眼睛。你现在什么细节都不跟我说，等一会儿我见了他们，跟他们说什么呀？别急呀，我不是给你找了一目击证人吗？谁呀？就是那个迪厅的小保安。保安？就一保安，你跟他喝2杯，他就跟你说了？人家不是 gay， 我跟他喝酒，他能跟我说什么呀？我叫那个周书彤去的。周书彤，你让一喝了酒的傻老爷们儿跟一个女孩说这些，你知道里边有多少编造的成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给我破案带来多大的麻烦？出去又不是给别人破案，可我是。我说你现在到底顾哪茬啊？是我的清白重要还是办案重要？我刚一进门，你怎么不主动问一下我找没找着案卷啊？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安全，不管别人的死活。你知不知道，你随便一个小错误，今天就有可能多一具尸体。我现在自顾不暇，我不像你有闲心顾别人的事儿。难怪你在武警部队混不下去了。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做武装警察。我就知道，到我从部队你就看不上我，你压根就不相信我是清白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警察，只相信证据。都他妈真是啊！这点事儿都他妈捂不住。凌晨5点，顾杰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们现场照片都他妈上微博了，知道吗？周队，您别着急，别。不着急，有他妈什么可着急的啊？反正关无义也没抓着，现在又多了个杀人的他妈的分尸的混蛋，抓得着抓不着都无所谓啊！到月发工资，日子照过，没事，都睡觉啊！都他妈混吧！哎呦，不是这意思啊，周队你别急啊，咱这个也还是有进展的，对不对？再说这案发率这事儿也咱也拦不住，是不是？你行，几点了？啊，6点半了。老关什么时候回去的？不知道。周同志啊？哦，周同他昨天跟那个关队去左网镇去喝了点酒。周队。让你他妈盯着老关人呢啊！我问出来了。口条捋顺了。他送我回来了，就。总得让人补个觉吧？关队是来帮忙的，又不是你的下属。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！再有一次你他妈从哪儿来给我回哪儿去啊！这不是你睡觉的地儿！看什么？这半年来，你一直让我努力学习，教我怎么破案。为了我的清白，你连工作都不要。其实，咱俩这么白天黑夜的倒，你挺冒险的，我心里都清楚。就是我这半年来也没什么长进。以我对周巡的了解，他肯定把你的案卷藏得死死的。他现在请我出来帮他破案，就是想盯死我，抓住你。
这叫扮猪吃老虎。一宿没睡，能不能欠着呀？喂，老关，这回我是真有点顶不住了，这网上可都传开了。我知道，刚才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。我知道你刚回去没怎么睡，谁让咱命苦呢？啊，你就稍让一会儿吧。我这就过来。什么也听不见。电话定位好了，这次关队定位在了芬兰。我靠，都跑芬兰去了，打一枪换一地儿，是吧？也不是咱不行，这肯定是做了反监听和反定位装置，老刑警了，能做到也不奇怪。能做到是没什么奇怪的，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喜欢喝酒，以后你也别喝了。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还开始喝酒了呢。2号、3号尸体已经完整了，男的28岁左右，1米81，100公斤；女的23岁左右，1米62， 52公斤。男的是被勒死的，但女的是活活给砍死的。她的肩胛、头部有多处劈砍伤口，而这些开放性伤口边缘都有白细胞，说明是死者生前造成的。而且你们也看见了，面部损毁严重，没法辨认。其他呢？其他两者的死亡时间很接近，目前尸僵还没有缓解，说明两者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两个很有可能死在第一名被害人之后，但间隔不久。就这些。有什么线索吗，老关？怎么着？咱俩出去聊聊吧，做个简单的器官解剖。你这也算是对老搭档落井下石了。我以为你骨子里还是那个有正义感的好刑警。我也以为你还是原来那个好兄弟。行，开个条件吧。我要看我弟弟那个案子的案卷，所有的现场勘验记录、监控录像、尸检报告，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切我都要看。把这些都透露给你。这雷我可背不动，我不强求啊。不过你要想清楚，有些雷远在天边，有些雷近在几个小时。如果一会儿再出现新的石块，我看你怎么办。
你这是拿无辜的受害人威胁我？我这是拿拯救无辜受害人的生命换取我弟弟的清白。你怎么知道关宏宇是清白的？所有的案件上证据，我自有判断。等我看完案卷以后，如果他无罪，我就给他平反；如果他有罪，我可以帮你们抓他。我要是答应你，你能为我做什么？24小时，抓着凶手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可他那约法3章，要是有一条你做不到，今儿这谈话就算是没发生过。行，你说吧。第一，你只能在我办公室里看诊，不许拍照，不许复印，不许对任何人谈及案件的内容。第二，看完卷之后要把你的推断告诉我。第三，不只是这个案子，以后我手头上有任何破不了的案子，你必须随传随到，没有正式编制，没有工资，也没有警察的职权，你只能作为顾问来协助破案。成，但我也要约法3章。说，第一，你不是已经派了一个丫头片子成天盯着我吗？其他的警力就别浪费时间了。第二，知道我为什么搬家吗？以后别再在我家门口装摄像头，还有派那几个人，整天拿着望远镜往我家里看，搞得我都不敢拉开窗帘。第三，手机的监听定位也都免了吧。作为人民群众，我也得有点自己的隐私。行。那让那些铁锤镰刀都卸了啊！再说了，这些玩意儿在你那儿不就形同虚设吗？我这也是例行公事。那就算说好了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准备布控吧。已经可以布控了。那怎么办？守着10块又抓不到人。哥们儿，给你交个底儿吧。上面要我48小时内破案，你要真能在24小时抓住这个连环杀手，背不住我还能立功呢。连环杀手？连环杀手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犯罪率？你刚才没听杨楠说吗？谋杀与谋杀之间的冷却期已经短到了忽略不计的程度。这是个典型的狂欢性谋杀犯。什么意思？你还没明白吗？24小时不是上面的时间。也不是咱们的时间，而是下一名被害者的时间。如果我们在24小时内抓不到凶手的话，你就等着给新的被害人收尸吧。兄弟们，目前这个抛尸案形势很严峻啊。咱们的官队虽然人在对外，但是他的心……目前有3名死者，除了已知的第1名死者以外，还有昨晚那对男女。要不你上去说？虽然我们没有时间通过市局技术队做 DNA 比对，但不出意外的话，第2名被害人和第3名被害人应该是兄妹，2人共同居住，其中男性单身无业。通过他的右手手掌外侧的轻微变形来看，他应该是长时间沉迷于上网或者网络游戏一类的事情，不经常出门。这一点和第1名被害人比较相似。从耳廓侧特征和下颌骨之间的相似度来看，女性被害人和男性被害人应该属于亲属。很可能是兄妹。女性死者右手掌心有茧子，很可能是长期乘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。她的脖子上有佩戴项链的痕迹，手上没有佩戴首饰和手表的痕迹，但她起手腕处有常年佩戴手套的痕迹，指甲和指尖明显有长时间遭受化学药品侵蚀的迹象，是氢氧化钠和烷基类成分。也就是说，死者生前很可能从事的是洗碗工或者保洁员一类的工作。死者的脚趾新涂了指甲，这个季节并不会穿鹿角趾的凉鞋，而一般人也不会涂指甲给自己看。
另外，死者的处女膜呈现新鲜破裂的痕迹，生殖器上没有外伤和擦伤，也就是说，死者在不久前应该自愿和什么人发生过性行为，很可能是结交了男朋友。另外，根据女性器官解剖的内部检查来看，亚楠，通过解剖，我们在死者下体发现脂酸和甘油等残留物，还有少量的凡士林。死者生前有中度的妇科炎症。可能用的是克霉唑类药物，是处方药。哦，对，是的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找的是一名从事保洁类工作的23岁女性，身高1.62米，体重52公斤，和年长自己5岁的哥哥同住，很可能新近结交了男朋友，所以不可能没人发现她的失踪，除非凶手就是她的男友。她应该是在不超过1个月的时间内曾经去医院做过妇科检查，而且根据处方开了克霉唑类的药物。为什么是不到1个月内呢？因为处女膜的破裂伤口创面还没有完全愈合成型，而用药则是在处女膜破裂之后。说白了，死者很有可能在不够清洁的条件下首次发生了性行为，而处女膜破裂之后感染加重了炎症，所以才就医诊治用药的。小王，你去市局让他们帮忙协调一下药监局和卫生局，查一查全市这个克敏唑类药物的销售记录和处方。得嘞。小刘、小李，抛尸地半径5公里内所有的保洁公司和没有到岗上班的相关女性，你们带人给我一一排查。好，小赵，你去附近的派出所去调取最近2天这个人口失踪的报案。可失踪报案都在48小时后才受理，所以很可能还没有正式立案。那就一家一家的找。啊，联系一下报警中心，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报案。是。根据官队的分析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是一名企图在短时间内继续作案的丧心病狂的狂欢型杀人犯。我们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抓住他，避免下一个无辜者受害。是。小王，你去市局让他们帮忙协调一下药监局和卫生局，查一查全市这个克敏唑类药物的销售记录和处方。得嘞。小刘、小李，抛尸地半径5公里内所有的保洁公司和没有到岗上班的相关女性，你们带人给我一一排查。好，小赵，你去附近的派出所去调取最近2天这个人口失踪的报案。可失踪报案都在48小时后才受理，所以很可能还没有正式立案。那就一家一家的找。啊，联系一下报警中心，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报案。是。根据官队的分析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是一名企图在短时间内继续作案的丧心病狂的狂欢型杀人犯。我们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抓住他，避免下一个无辜者受害。是。法官，你看这下一步，我可能还要去昨天晚上的现场看一下。哎，老关，不是已经锁定被害人的范围了吗？你还去？不是为那名女性被害人，关键不在她，关键在于第1名被害人。第1名被害人？对，她的头部和右臂不是一直没有找到吗？如果不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尸块的话，我觉得她的头部和右臂上应该有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。既然凶手这么苦心的隐藏，说明他们之间可能有某些关联，这也符合连续作案的暴力性犯罪。这怎么讲？连续作案的暴力性罪犯一般第1次作案都会以自己身边某个对象为目标。如果我们查出死者的身份，顺藤摸瓜也就不难了。哎，法官，又怎么了？想个助手吧，谁都行，我没别的意思啊。毕竟你现在不是咱们队的正式编制，那总得有人策应你的安全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万一到行使职权的时候，那还有个能量正点的好。好像我也没得选。郭老师，昨天晚上我要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我就是……没事儿，应该道歉的人是我。不，都是我初来乍到，我应该给您道歉，
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。不过您说那个保安说的话能作为排查方向吗？不能。啊？没有经过刑侦训练的人，容易出现所谓的目击缺失，也就是对看到的事物没法精确的复述或者回忆。那您还派我？您在找什么呢？心理安全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、经常活动的区域，也就是所谓的心理安全区。对于犯罪这种极端的行为，心理安全区就更加重要。大部分连续作案的凶手，头几次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心理安全区之内。那怎么确定心理安全区呢？这个范围通常是以凶手的住所、工作单位，还有常去的娱乐场所为中心，向四周辐射。如果他出门惯用是步行的话，那么辐射的半径不超过1公里；骑车的话不超过3公里；如果是开车，大概是5到10公里左右，或者更多。那如果是骑摩托车呢？不管骑的什么，确实有点反常。目前这现场破坏的有点严重。这有几个出入口？4个，哪个离这儿都不近。有一个是直通地下车库的出入口，另外3个都是可供行人、自行车还有摩托车进出的。人车分流的小区，监控录像呢？4个都有。技术队已经调走了，还在筛查中。目前没有发现和保安目击的相似人员。4个出入口，凶手为什么不走慢路？关老师，周队说找到了。女性被害人叫谢静，远洋国际的保洁员，今天没去上班，电话也打不通。他的身高体重都符合尸体的特征，他跟他哥哥一起住，2个人是从杭州来打工的。啊，哎，对了，谢静最近交了个男朋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了，法官，进一步核查了吗？市局的核查报告。谢静2周前去妇幼保健医院去看过病，医生给她开了3种妇科药，其中就有这个克梅唑栓剂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是她。还有就是小区物业说说这个谢静他哥哥呢，平时足不出户，长得是又肥又胖啊，好像是他妹妹养的。怎么还不进去？房东还没送钥匙呢。不等了，破门进。先别急，这很有可能是一处分尸现场。而且不排除凶手就在里边。哼，说真的，我还巴不得他在呢。什么？图纸给我。哦，这就是谢晋小区的平时结构图。这个谢静住的是1室1厅，破门进来呢，应该就是客厅，分3路，给我把住了厕所、厨房还有起居室，一定要保护现场的安全。如果凶手在，立马给我拿下。是。哎，你说这个凶手会不会还有什么特征？如果屋里有任何男人，那他就是凶手。那谢静男朋友要在呢？那谢静的男朋友就是凶手。你好，小区物业，有人吗？
地儿找对了，但是人不在。让你的人出来吧，封锁现场。来，都出来了。跟第一抛尸现场足迹相同。现场在里面呢。怎么不能在卫生间呀？卫生间与隔壁邻居相邻，凶手估计是怕动静太大了，引起别人的注意。而且从平面图上看，那儿空间太狭小了，不适合做大动作。可是。流了这么多的血，这地板都没有做防水处理，这不得渗到楼下呀？拿床垫当海绵了，你就别进来了，下楼去迎一下房东，给他做个笔录，问一下钥匙的事儿。那我下去了。关老师，这是越来越善解人意了啊！还不是你派给我的人太弱了。哎，高，朱队，怎么样啊？现场有大量的血指纹和血足迹，凶手应该是在床上肢解的尸体。床单和床垫吸收了大部分的血液，床上还有一些组织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，这儿的证据足够你去找嫌疑人的了。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凶手是怎么进来的，对吧？刚才我们都看了，对不对？门上没有被撬过的痕迹，而且锁也不是新换的。还有就是说，要么就是受害人自己开门让凶手进来的，要么就是凶手有钥匙。这钥匙在人手里，也就无外乎要么房东，要么就是他们兄弟俩。谢静的男朋友？不可能，这钥匙一共2把，一把在我这儿，一把在谢静和他哥那儿。可谢静万一私自找人配了几把呢？那我怎么知道？赶紧说说我这房子怎么了？我劝您还是别上去的好。那我修房门的钱你们谁给我报销？总不能就这么给我把门砸了，算我倒霉吧？不是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。那个保安啊，真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不知道。一个穿着艳色服装的摩托车手。周队就在现场出现一半，正在向东北跑去。嫌犯什么特征？红白相间的皮衣，红黑色的头盔，然后黑色的摩托车。哎，周队，周队！
接着跑啊！喂，老关，我在永宁街东北口截获了嫌犯，啊，赶紧叫人来清理现场。对，终于知道他妈谢静长得什么样。跑啊，跑什么跑啊？有人追我，我下意识就跑了。不做亏心事儿，警察追你就跑啊？你们警察牛逼呗，见谁抓谁不是？你废什么话呀？啊？你不跑能追你啊？你们不追我，我会跑吗？你不跑，我不就不追你了吗？你不追我，我不就不跑了吗？真他妈废物！哎，你去，把他换出来。我能行吗？我还没审过讯呢。这么大的案子，要不要关老师和周队一起呀？去吧，没事儿。别忘了我刚才教你的。老关，你真放心这丫头片子？反正指纹和脚印都比对过了，他也不是凶手，让孩子们去练练手，没大所谓。啊，这孙子肯定背事儿了啊！你要不会跑那么积极的。是啊，你把他给弄成这样，他要是没事儿，你不就得有事儿了吗？姓名、 5号，年龄、 25，家住哪儿？丽景家园。家里几口人？我和父母一起住。我爸是环卫工人。今天去小区做什么？去找一个朋友玩。哪个朋友？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和谢静之间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是朋友关系。就是朋友？只有处对象的那种。那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？谢静都和你说了什么？还真不是他杀的。你觉得他能和我们说什么？警察同志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，我只是负责找下家，车都不是我偷的，而且我早就打算不干了。成了，看来是个盗窃销赃的团伙，你这处分算是躲过去了。瞧人家，啊，刚毕业的丫头片子，你看你，我看他是不是谁？哇！这个谢静啊，发现她男朋友是摩托车盗窃团伙的，所以就威胁她，说如果再干，不但分手，而且还会报警。这小子给谢静打电话，找不着人，
着急了，来到他家楼下，发现有警察，他以为谢静报了警，这才跑的。所以这线索又断了。哎呀，天哪！哎，还有10几个小时，我他妈上哪儿找凶手去？难道说？ 协调网络公司进行排查，找一个原本几乎每天24小时都在线，最近没有登录的用户，然后走访各小区，找一个25到28岁之间，身高1.77米，体重90公斤，养猫，开手排挡车的独居男人，走访各烟草销售点，找一个天天去买烟但最近没有出现，符合我之前说的标准的男人。可是周队，范围呢？如果是按照整个京港来排查，1年时间都不够啊。范围以破石地为中心，半径2公里内进行搜索，如果没有发现的话。 就再扩大搜索范围，4公里、6公里、8公里，还他妈愣着？是！告诉你们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还有10几个小时，谁也不许请假，不许吃饭，不许睡觉，拉屎撒尿也不许。在没有找到第一被害人的住所之前，都他妈给我连轴转！哎，你好，您是经理？有是吧？多吗？咱们那个随便看。可以。 周队啊，这家不是，咱去那边吧。走，查一下，就是一个小时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一小时。王老师，这都拆成这样了，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呀？ 地图。知道为什么让你放弃一线的行政工作吗？每天面对无数的现场勘验、尸检报告、监控录像、指纹啊、脚印、书证、物证、目击证言，你要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刑侦知识做出判断和选择。 而这个判断一旦错误了，整个的行政方向就会受到误导。关老师是不会出错的。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从来不出错。如果我判断错了凶手的心理安全区的话，我不但抓不到凶手，有可能某些无辜的人还会因为我错误的判断而丧命。所以，一线的侦破人员。 手里握的不只是正义和真相，更可能是那些无辜者的生命。不会的，我们这么努力，肯定能找到他。这世界不总是善恶有报的，做刑警的日子越长，破不了的悬案就越多。 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。关老师，您也有破不了的案子吗？这附近有多少个小区？8个。 周队正在南边那2个小区做走访呢。8个，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抛尸？他看得到这儿。喂。关老师说可以进一步缩小范围了，先排查能看到工地的小区住户。 能看到工地的小区住户，名单。哼，干得漂亮啊！这样就把原来的范围缩小到1/4了，从90人还剩28个，现在还有18个。哎，只找看见工地的还有5个。就在这5个小区找手排档的车，范围锁定在院内。行嘞，好。
马上排查。关老师，你怎么能确定这车就停在院子里呢？长期不出门的人会把自己的车停在比较安全稳妥的地方。关老师，那有一辆手排档的车。好可怜的野猫啊！这应该不是野猫。 指甲不久前被修剪过，毛根里面有浴液的味道。你是说？不会吧，这么巧？只可惜啊，这猫不像狗那么认家，要不然它就可以带我们去找它主人了。但是它认识主人的车。啊？可你怎么能确定就是这辆车呢？法官。 谁告诉你猫不认识家？法官，猫这事儿我算是听明白了。你是怎么确定这车是死者的呢？死者身高应该跟我差不多。我刚才坐在他车上的时候。 觉得位置刚刚好，不过方向盘离座位的距离比较远，应该是个胖子。烟灰缸虽然是干净的，但是车顶的内衬有烟味儿。这孙子肯定是怕纹身和这脸暴露死者的身份，也一定是王晨的熟人。这位，法官，是合租的。合租啊？我还以为是他一个人租的呢，早知道就从合租查起了。哎呀，那范围更大了去了，更不好查。关队，我们查到，王晨啊是个游戏测试员，平日足不出户，就在家工作。然后他那个工资啊也是网银支付的。那个物业公司跟我们说呀，跟他合租那个人叫高远，26岁，好像是在什么快餐店打工。我们正在查那快餐店。 我去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应该是自制的肾透析仪器。有些尿毒症患者或者肾衰竭患者，因为治疗费用昂贵，会拿这种机器自己进行透析治疗。周队，房主的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，现在还不能做精确比对，但是从斗和旗的分布来看，跟凶手的指纹基本吻合。
凶手就是高远。要我说也别联系什么快餐店了，直接派2队过去抓人。如果这小子不在，就原地布控，等着他出现。他是给那家快餐店送外卖的。高远骑的是电动车，后面配备了外卖箱，用外卖箱转移尸块，绝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之所以他不从正门走，从小区的缺口进入小区的垃圾场，就是因为那个小区根本不允许送外卖的进出。高远没有房间钥匙，很可能是谢静的哥哥订了外卖，所以他才能进屋。高远在杀害了谢静的哥哥正准备分尸的时候，不巧谢静回来了，所以谢静才在门厅被活活的砍死。通知辖区的派出所便衣备勤，封锁小区所有的出入口，调取监控录像，看看这个高远到底什么时候出入小区。另外让其他各组从快餐店一直到这儿沿途布控。这样，我先去啊。好。老高，怎么样？凶器找到没有？还没有啊。关老师，高远他为什么要杀人呢？他有什么作案动机吗？这个人与社会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感，他有肾病，很严重，要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，就只能自己治疗。他应该是一个智商很高，但却很自卑的人。他一直渴望有一个健康的肾，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所以心态就变得越来越扭曲，憎恨厌恶那些有着健康的身体，但却自甘堕落的人。哎，垫子下边找没？哎，来看我垫子下面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好像是高远的工牌号17655。行吧，再找找啊。喂，我是刚才往您家送外卖的，我的工牌是不是落在您家里了？工牌号是17655，17655，17655。王宏宇，开门。我知道你在里边。关宏宇，开门啊！关宏宇，开门！关老师，是你电话吧？喂，你挺牛逼呀，竟然发现了我的秘密。那你还不赶紧自首？不过，我也发现了你的，不，是你们的秘密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在你家呢。只要我发出任何的声响或打个电话，你们俩都得给我陪葬。我要跟你谈谈。关老师，
你怎么了？嗯。昨天出来，按老专那具体说一下。 怎么了，老关？啊？还没事。身体吃不消了吧？熬了一夜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啊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这儿叫我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哦，我要不要送关老师回家？不用了，你也一直没睡，开车不安全。慢点啊。 别动！别动！玩这么大一局，我看看。哎，你们俩还真他妈比我牛逼呀！这局玩的够大的。我瞅瞅。 连脸上的疤了都一样，哎，一个警察，一个通缉犯，你们俩这双簧，唱的可真他妈绝了！为什么杀那些人？人？是什么人？王晨和谢静兄妹，别告诉我不是你干的。 你说说啊，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，不见天日，只有黑暗和潮湿才让他们觉得安全。这样的是人？不是，是蟑螂，脏兮兮的蟑螂。你就是蟑螂。王晨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？他他妈不就这样吗？啊？ 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，无所事事，关着灯，对着电脑，吃着外卖。你说像他这样，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那你人生的意义有吗？那当然，我的意义就是在帮他们。蟑螂会自杀吗？不会。他们也不会。 他们心底里特别希望有我这样的人出现，来帮他们死，好让他们早日投胎重新做人。哎，你说多有意义呀！啊！所以说，你认为你杀的不是人，杀的是蟑螂？对。我就说吧，还是你哥。你懂我。那谢静呢？那个女孩子也算蟑螂吗？那是她回来的不是时候，还真怪不得我。 话又说回来了，一个天天供养蟑螂的人，也是在纵容他们浪费生命。他死得不冤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杀了这些人有什么用？我恨他们，我羡慕他们。 我羡慕有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。这个世界太不公平，哪怕一个囚徒，一个乞丐，他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肾。我呢？啊？我
没有，我没有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我仍然在坚强地活着，我积极的工作。而他们呢，明明有个好的身体，却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，白白的浪费生命。他们不配活着，不配。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。我他妈就这么做，别动！今天你们哥俩的命也在我手上，我就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。反正他是个通缉犯，我杀了他。王晨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？他他妈不就这样吗？啊，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，无所事事，关着灯，对着电脑，吃着外卖。你说像他这样，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那你人生的意义有吗？那当然，我的意义就是在帮他们。蟑螂会自杀吗？不会。他们也不会。他们心底里特别希望有我这样的人出现，来帮他们死，好让他们早日投胎重新做人。哎，你说多有意义呀！啊？所以说，你认为你杀的不是人，杀的是蟑螂？对。我就说吧，还是你哥，你懂我。那谢静呢？那个女孩子也算蟑螂吗？那是她回来的不是时候，还真怪不得我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一个天天供养蟑螂的人，也就是在纵容他们浪费生命。他死得不远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杀了这些人有什么用？我恨他们。我羡慕他们。我都不羡慕有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。这个世界太不公平。哪怕一个囚徒，一个乞丐，他们都有一个健康的肾。我呢？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可即便是这样，我仍然在坚强地活着，我积极的工作。而他们呢，明明有个好的身体，却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，白白的浪费生命。他们不配活着，不配。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。我他妈就这么做了，别动！今天你们哥俩的命也在我手上，我就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。反正他是个通缉犯，我杀了他，杀了他也是为民除害吧？哈！慌慌张张的，怎么了？陆队，你快看，看什么？这么多台，看哪个？这台。哼，行了，请我吃饭吧啊！让我救你和老关一命。哼。快给老关打电话。别动！你他妈别动！没人接呀。小王，小王，带着4队跟我走，马上！佛光小区，赶紧去老关家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帮我摆脱嫌疑。看来我高估了你的智商。现场证据那么多，谁也帮你消不了罪。那你就他妈不给我想办法！你他妈有车能找到我，你就有办法让我逃出金港。我帮你干什么？让你去杀更多的人吗？你他妈跟我假正义是吧？啊！你不是已经这么做了吗？啊！
你这个逃犯弟弟不就在你家里藏着吗？你说他吗？他是我哥，我才是关宏宇。你们他妈耍我是吧？啊，老子陪你玩到底！你他妈别动！别动！我就拿出来行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刑侦队长打来的，接还是不接？反正你的条件我满足不了，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吧？不是吧？你别动，别接！你信不信啊？我把你弟，我把你哥搬了，你他妈把电话放下！放下！还是没人接啊？你觉得我会在乎他吗？我杀过一家5口，连4岁孩子都没放过。我会在乎他的死活？杀吧！你杀了他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关宏峰了。你跟我弟弟结伙作案，我做哥哥的大义灭亲，你们之间狗咬狗，关我屁事啊！我怎么现在就办了呢？你他妈才是关宏宇！周迅来了。小王，
高姐，尸体收走了。行了，再好好勘察一下啊。嗯，行。哎呦，我操！亏了在警校学那几项你还记得，要不我真的就算是死都对不住你。这事赖我，得负责好你的安全。我这回也算全套服务到位了，手把手的把凶手交到你手里了。关老师，都怪我不好，是我太粗心了，都没有保护好你。这与你无关。来法医队缝个针吧，或者我陪你去医院。晚点再说。行。先休息，那你啊。回头明天我让小周过来接你，到队里做个那个笔录，顺便不让你失望。那就多谢了。哦，对了，老周，周书彤这次没少出力，结案的时候别忘了把他名字一块上报一下。行啊，都听你的啊。实习生就给你请功啊，哼，你算是放了咱们队里面的卫星了。谢谢周队。周队。啊。差不多了。那收吧。兄弟们，走了，撤，收队。法官，那个我们要不要留一下，帮你收拾收拾啊？没事，你们先撤吧。那也行，你早点休息啊。好。那我先撤了啊，老关。好。关老师，我先走了，谢谢关老师。这工作真厉害。是啊，刚来几天就立功了。恭喜你啊，小周。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走了，下班了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个时间，关老师不是和我在一起的吗？高，真的师傅，姜还是老的辣呀！我真没想到，这周荣腾能撑到现在。您这眼睛，那家伙那是慧眼识英才，我不跟您夸张啊，队里都说您。行，闭嘴，快拿走，拿走。您都说这话了，我不拿不给您面儿，是不是？哎呦嘿，谢谢你给我面子。行，那我倒回去了啊，明天给你买早饭啊，我走了啊。走吧。哎。
皮外伤，你怎么样？我当然没事了。哎，咱哥俩这算不算杀人呢？是他自己掉下去的。你为什么要放高远进屋啊？我要不让他进来，咱俩这事儿让他捅出去，你考虑过后果吗？哎，知道该干什么吧？不是吧？这头发里的伤又看不出来。说好了，咱俩得表里如一。我说哥，还麻烦您以后能不能好好呵护一下自己这金贵的身体啊？啊，别等我还没沉冤得雪呢，我先让你给折磨死了。你听好了啊，如果你还背着我在外边搞小动作，说不好哪天我就挥刀自宫。哼，那这代价实在太大了，我还不如直接自首呢。我就算让人崩了我至少还落一全乎人儿。别废话，赶紧的。哎呀！先生，喝点什么？有格兰菲迪吧？嗯。一杯少加冰。稍等。第10页，这谁干的？这胆儿也太肥了吧！拖到公安局来了。是贼就有露出马脚的时候。那这第10页记录什么呀？有没有可能是关队趁着办案的时候偷摸进来的？老关那脑子跟复印机一样过目不忘，他没有必要搞那么低级。再说了，单拿走1页也替关宏宇翻不了案。而且我们俩约法3章，他要真想逃，没必要费那么大周折。也是啊，那会不会是高亚楠呢？那出了关队，也就他有可能了。不管怎么着，从明儿起把他给我看紧点。要是真是他干的，他肯定会和关宏峰联系的，手机也做监听。该上什么手段上什么手段。我总觉着他和关宏宇有联系。行，那丢这页怎么办？你别给我捅出去就行。我怎么会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刘副队长马上就回来了，到时候他不一定给你面子，让他知道了，嘿，那就铁定是你说的。我怎么可能呢？找我有事吗？不知道你还喝酒啊？你找我是因为我弟弟的事吧？我想对你会有一个说法，现在的人还没找着，我能算什么呢？再问你一次，你相信宏宇是无辜的吗？
你相信吗？不相信公寓会杀人。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。这里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买单。女朋友生气了吧？哎呦，滚开！他妈啥呀你！等会儿。哦，原来是你小子！过来，走。哎，这是他们。啊？哦，那个尸源还在确定。你认识？岂止是认识啊！怎么是他呀？放出来了。我问啊，他是谁呀？这个人叫齐卫东，以前呢是梅市口一带的流氓头子，被抓起来也是以涉黑定的罪。我记得那会儿他有一个老母亲刚刚去世，进去以后，他老婆也跟他离了，带走一个女孩，差不多现在应该大学毕业了吧？我听讲你们很熟嘛？嘿，这孙子啊，就是当初我和老关给送进去的，熟透了。刚问，昨儿早上放出来。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2点左右，瞳孔浑浊与尸僵程度也相匹配。看来他出狱之后连24小时也没坚持住啊！这么多刀伤，会不会是仇家报复啊？不只是刀伤，像这样的打击伤有好几处，而且刀伤有戳刺伤和伐砍伤。目前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把凶器，得回去进一步做尸检确认。看来是不止一个人。那行，人归亚南，啊，现场留给技术队保管，咱俩去溜一圈去。重温一下当年搭档时的光辉岁月，啊！那我呢？跟着。兔崽子们，赶紧滚！快走，走！哎，周队，咱有话好好说嘛。这帮孙子以后再敢来，直接报警啊！走。废话，赶紧走。呀。关队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！打着清欠公司的名号放高利贷，小吉，你小子又想念看守所了吧？哎，周队，您误会了，这帮哥们来这玩的，不是像你说那样。我们找你打听个事儿，麻烦你配合一下。没问题，您随便问，只要我知道。抽烟，这。没他妈征求你意见。大姐。进展如何啊，这个？周显他们呢？哦，周队啊，他跟关队去走访这个原先齐卫东的那些小弟去了。啊，这案子要是牵扯到涉黑啊，分分钟也就破了。外面怎么了？哦，刘队回来了。啊，刘队回来了。嗯，山西的活儿忙完了。那可不，这犯人都抓回来了。那你还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老大去？嗨，等周队回来见着不就知道了？你说见到你老大身边有一个关宏峰，不知道刘队会怎么想啊？我先走了。他俩有事儿啊？啥事啊？关你啥事儿啊？啊！你老大昨儿出来了，知道吗？瞧，
您诈我不是？昨儿个就是我带兄弟们去接的，后来我们一块吃的饭。跟哪儿吃的？跟我那儿啊，吃的火锅。然后呢？然后，这东哥出来，我心想手头比较紧，我就给他塞了1万块钱。我心想，哥几个将来还得在一块混，不是？你小子这么好心，给了他1万块钱。周队，您这么说我就不对了。东哥虽然进去蹲了几年，但他必定曾经是我大哥，大大小小都罩着我。咱做人得讲良心，不是？是得讲点良心。然后，这饭吃了一半，钱他收了，但是我看他挺着急的，他说他得走，我就没拦他。再然后，没然后了。不过我琢磨着他钱花完，他还得过来找我。哎，你们突然问这事儿干嘛？不会东哥后来惹什么麻烦了吧？那倒谈不上。你知道这个齐卫东在外面有什么仇家吗？这都什么年月了，市场经济的时代，大伙儿都一门心思挣钱，谁还为点小恩小怨扯那淡去？直说了，就算在道上，只要你不挡人财路，人家不会跟你过死能子。不是那时代了。那你知道昨天晚上齐卫东去哪儿了吗？那我哪知道去？不过要是让我猜，我想他肯定揣着钱找妞去了。你想，在这憋那么久，瞎他妈说什么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小子，你要跟我说半句假话，我回头我……哎呦，周队，您放心，你借我俩胆儿，这又不是什么犯法的事儿，我干嘛骗您呢？行了行了啊！告诉你，放高利贷这事儿别干，啊！你要真进去了，10年之后，你这帮兄弟可不见得那么好心，还揣着钱跟门口等你，知道吗？得了。喂。简单这边差不多，让他回去。啊，走了啊！哎，周队，那个见着东哥，您跟他说要没饭吃，让他过来找我来。啊，我这儿有饭吃。估摸着你不用为他操心了。啊，慢走您的。你好，你找谁呀？哟，小赵，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我们长风支队啊！哎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赵倩，刑警学院研究生，今儿刚从市局调过来，曾经参与破获915连环杀人案和423的强奸分尸案，可谓是经验丰富啊。来我们这缉毒队屈才了。您过奖了，周队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见美女都傻了是吧？欢迎啊！周队，高法医。哎，师姐，你是在技术队呀？不是每个女生都有机会被分到外勤组的。早就想向你请教了，以后终于有机会了。客气，还得需要你多照顾。我？哦，对了，高法医让您过去一下，说是验尸结果出来了。哦，那我小赵，我先去啊。哎，小李，带他熟悉一下啊。好。师姐再见。这老哥死的还挺复杂，左肋下、左肩和右侧腮腺与颈动脉的交界处都有明显的打击伤，35处刀伤中有34处是划砍伤，还有1处戳刺的贯通伤。是先挨的打。对，你看靠近右侧斜方肌位置的伤口，伤口覆盖的软组织损伤，伤口的出血情况也很符合打击伤的创伤分布，说明从顺序上打击伤在前。啊，不过这要是涉黑斗殴或是仇杀的话，实在是复杂了一点。死者先遭受了至少3处打击，打击力度很重，但并未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。34处划砍伤中，从足踝到膝窝到腹股沟，一直到颈右侧斜方肌，刀伤遍布了整个身体，其中9处静脉破损，4处经腱割裂，但是却避开了所有的脏器和动脉。即便这样，开的口子实在太多了，失血情况还是很严重的。
死者在咽气之前至少失去了体内1/4的血液。就是说，有人先打了他，然后再用刀戏耍似的在他身上左划一刀，右划一刀，最后再……也许吧。不过最后的致命一刀从左胸刺入，凶器贯穿了肺叶、心包、左心室，割裂了主动脉、左肺动静脉、降主动脉和肺动脉主干，可以说是无药可救的致命一刀。从创伤入口位置的形状来看，凶器应该是一把宽约3厘米、左右对称、中极高、逐渐向两边变薄的利器。说白了就是把匕首。我只能描述凶器的形状是什么，你们来判断。法官，你怎么看？哎，我跟你说句话，来。老管，别每回一有案子就端着，行不行？啊！我问你，咱俩的约法3章还算不算数？卷宗呢？队里的规定你是知道的，命案优先。咱有案子先办案子，行吗？啊，这样我肯定给你看。你放心，每一个字儿，每一张纸，我都替你存着呢。咱这把现场勘查情况汇报完了，我就带你去我办公室去看诊，行吗？说你真是的，这案子又不费劲，天天办了也费不了什么时间。尸检你也看了，戚卫东的死绝不简单。划砍伤跟戳刺伤不是同一把凶器吧？显然不是。划砍伤口创面有一致的深浅过渡，应该是一把刀刃有弧度的利器，比如水果刀一类的，应该只是单侧开封的那种。哎，你不是不管判断凶器吗？凶器虽然不是同一把凶器，但似乎惯用手都是右手，凶手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前34刀避开了要害，最后一刀却这么致命。光是一次戳刺不可能造成那么多位置并不重叠的动脉割裂，应该不是同一个人。从解剖所见，凶手刺入后还拧动过凶器，增加了体内脏器的创面。这就对了，2种伤口，2把刀，2种动机。那我们就要找2个凶手。那之前的打击伤呢？有可能是他在碰到2名凶手之前还和什么人打过架，而且他喝了酒。是否是酒后得看血检，不能靠主观揣测吧？血检倒是还没做，不过您不觉得一进屋就酒香四溢吗？这，情况汇报完了吗？足迹勘验结果呢？还在排查，4点以前应该可以送给您。大概什么情况？不乐观。周边的走访做得怎么样？还在等各外勤探组把报告送上来，不过第17页列了走访清单，地区派出所的报告会在晚上送过来。新来的。啊，刑警学院的研究生。1个钟够你看卷吗？有10分钟就够了。这让你看看你的案子也挺好，说不定你还能发现什么线索。要知道，当年你跟领导翻车的时候，哥们可一直挺你。别这样，咱得等周队回来是不是？别这样，你让开！哎呦，老刘啊，听说你得胜而归呀？啊，怎么着，选个地儿吧，晚上给你接个风。
哎呀，没事儿，回来就听说又发了命案，你正在现场忙活呢，我呀就不去打扰你了。关队，欢迎你啊，回来支持我们的工作。别看都干了这么长时间，真要是碰上疑难案件，没你参与，可不行啊！哈哈。应该的。要不你们先聊，我去会议室。周军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别冲我来呀，领导批的。行了，我问过，这事儿就是你牵的头。老关能破案，这破案就等于是变相救人。就算我一手操办的，破案救人没错吧？你也不想想，他关宏峰为什么愿意当这个顾问？他是有目的的。你现在好，给了他随意进出支队的机会，万一关宏宇的案子被他偷了怎么办？这个你大可放心，他比咱们还担心这卷丢了呢。你怎么确定？老关在队里统领这么多年，每个人智商什么样，人家心里有数。万一这个卷真丢了，你们一定第一时间把嫌疑人这个标签啪填人家脑门上。我不管你怎么说啊，这个暂时由我保管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案子也归你吧。对了，这关宏宇万一逮着，咱俩这官衔能换换。周巡，我告诉你，把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亲属，一个被警界开除的人员拉进队伍来参与工作，出了问题，你周巡负不起这个责任。我负不起，不还有你了吗？啊！再说你得搞清楚啊，当初是人家老关炒的咱们队，可不是咱们队里把人家给开了。周巡，我警告你啊，我不关心这些，我只知道他是犯罪嫌疑人的亲属，这就够了。这个，我拿走了。等会儿，我也告诉你，刘长勇，你岁数比我大一截儿。照理说，我应该喊你一声刘哥，但在这儿，我是队长，你是副队长，以后还是叫我周队吧，啊。小周，负责记录。什么意思啊？耍我是吧？我耍你什么了？把女儿让刘长勇拿走了。我也没想到他说得来那么一手。你放心啊，我想办法，怎么着会给你个交代。今天早上，在体育馆南侧发现的男尸，初步确定是因涉黑被抓起来刑满释放的，叫齐卫东。他是昨天早上9点半被释放出来的。小南，介绍一下事件情况。那丢这页怎么办？你别给我捅出去就行。我怎么会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刘副队长马上就回来了，让他知道呢。嘿。